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杨丽华和丈夫王伟杰结婚10年了。突然有一天，王伟杰邀请妻子去豪华游轮上旅游，杨丽华欣喜异常，只觉得这是丈夫为自己准备的惊喜。可是登上游轮的第2天，她就发觉这艘游轮并不正常。杨丽华是广州某大学的老师，她的丈夫是处级干部，两人结婚10年了，还有一个8岁的可爱儿子，因而是外人眼里的模范夫妻。这天，刚刚下课的杨丽华接到了丈夫王伟杰打来的电话：“丽华，下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，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晚上回家我就告诉你。”王伟杰在电话那头温柔地说。杨丽华惊讶地看了一眼手机，不可置信地问：“你还给我准备了惊喜？我记得去年过生日的时候，你还说每年都有的生日，没有必要次次都过。你这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去年不是因为我忙吗？今年我有时间，我也得给你好好过生日。”王伟杰解释道。杨丽华轻轻地哼了一声：“那好吧，等会儿我回家看看你究竟准备了什么惊喜，保证让你满意。”王伟杰自信地说。回到家后，杨丽华迫不及待地找到了王伟杰，拉着他的手问：“快说，是什么惊喜？”王伟杰让他闭上眼睛，随即献宝似的从兜里掏出来2张票。“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船票。”杨丽华看了看票上的字，犹豫地说。王伟杰点了点头：“下个月7号到12号，我们去游轮上旅游1周，这可是我托关系找人买到的船票。”“好啊。”杨丽华甜蜜地笑了笑，又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那我们的儿子呢？他不去吗？”“他就算了吧，我们多少年没有过2人世界了。”王伟杰捏了捏他的手，眼里的情意让杨丽华羞红了脸。“好，那明天我去学校找领导请假。”杨丽华高兴地抱了抱他。王伟杰看到他这副开心的样子，也回抱住了他。但在杨丽华看不见的角落，王伟杰却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很快，登船的时间就要到了。杨丽华背上背包，里面装满了自己准备好的日常用品，兴致勃勃地跟着王伟杰赶去了登船的地点。然而，杨丽华看着漆黑的夜色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太奇怪了吧？怎么会是晚上登船呢？”王伟杰笑而不语。杨丽华只好按捺下了心中的疑惑。可等到他上船之后，他才发现诡异的事情不只是如此。这是一艘很豪华的游轮，他们登船的位置在右侧船舷，人流并不密集，但依稀可见不少人穿着漂亮的礼服。杨丽华情不自禁地拉了拉自己的外套，小声地询问旁边的丈夫：“为什么他们都穿得这么好看？你看看，我就穿了一个普通的外套，不用管他们，咱们是来旅游的，自己高兴最好。”王伟杰凑到他的耳边，同样小声地说。随后，2个人在服务生的带领下找到了住的房间。房间里有一扇很大的窗，可以看见外面的大海。只不过现在天色很黑，外面看过去漆黑一片，海水又深又沉，仿佛这艘游轮是孤岛一样。我总感觉有些奇怪，心里不踏实。杨丽华喃喃自语道。王伟杰拍了拍她的头，说：“现在都快11点了，我们洗洗睡吧，明天再出去玩。”随后2人略微洗漱了一番，便就着大海的波涛声入睡。第2天，杨丽华醒得很早，但她转身一看，旁边的位置已经没有了热气，显然王伟杰起得比她更早。杨丽华四处看了看，没有在房间里找到王伟杰，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：“你去哪里了？我出来随便走走，顺便看看
早饭在哪里吃？你起来了吗？我过来接你。”王伟杰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大概10多分钟后，杨丽华洗完脸就看到王伟杰走了进来，他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，手上还拿着一支玫瑰花。“早上好。”王伟杰说着，将玫瑰花递给了杨丽华。“我们一起去吃早饭吧。”杨丽华欣然接过了花，随手插在花瓶里之后，和王伟杰一起去了餐厅。餐厅里的人很少，也没有人大声的交谈。杨丽华略有些拘束地喝了一碗粥，垂眸间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四周。这艘游轮上的游客似乎非富即贵，不论是穿着还是打扮，都给人一种奢华的感觉。杨丽华想到丈夫说这2张船票是她托人买的，便轻轻地问他：“你的船票为什么是托关系买的？这艘游轮的船票不好买吗？”王伟杰只神秘地回答：“因为这艘轮船有些特殊之处，具体有什么特殊的他没有说。”而他带着杨丽华去甲板上游玩，随后2人又玩了一些其他的设施。晚上，杨丽华站在甲板上，遥遥地看着远处。突然，她感觉背后有脚步声正在接近自己，于是她想要转过身看一看。就在她转身的那一刹那，一股巨大的力道从她的身后传来，杨丽华感觉到了深深的失重感，随即便是剧烈的疼痛，以及无处可逃的窒息。死神举起了镰刀，而凶手的身份却出人意料。王伟杰发现自己的妻子不见了，他着急地拨打杨丽华的电话，却发现对面一直显示关机。随后，王伟杰又问船上的服务员是否看到过自己的妻子，但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表明自己并没有看到过她。王伟杰很着急，他在船的所作所为惊动了领导。领导陈先生皱着眉头问他：“你的妻子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我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她就没在床上了。昨天我们在船上玩了一天，10点多钟的时候回来睡的觉，可我一醒来，她就不见了。”王伟杰着急地说。陈先生思忖片刻，说道：“你先别着急，我安排人找一找，也许是他不小心进了什么不能去的地方。谢谢您。”王伟杰赶紧道谢。陈先生转头打了2个电话，床上的服务生迅速行动起来，对整个游轮进行了地毯式搜索。随即负责人打来电话，肯定地说：“船上没人。”陈先生脸色微变，他目光深沉地看着王伟杰：“您的妻子已经没有在船上了，那目前只剩下了一种可能，就是她发生了意外。”王伟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后退2步，脚一软就瘫在了地上。“不可能，报警吧！”陈先生毫不犹豫地说。“现在我们马上将游轮开回去，等着警察过来调查。”而地上的王伟杰听到陈先生这样说，却露出一副震惊的样子，似乎有什么事情超出了他的预料。警察来得很快，领头的周警官和陈先生似乎是旧识，见面直接找他问清楚了情况。随后，周警官将目光落在了王伟杰的身上。王伟杰忍不住缩了缩肩膀：“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船票？”周警官问。“上个月17号，我朋友无意间得到了2张船票，但他没有时间过来，刚好我老婆杨丽华的生日要到了，所以我就找他买了船票，然后和老婆一起来旅游。”王伟杰紧张地拽着衣角说道。周警官打量了他一眼，问：“刚好杨丽华的生日就和船票的时间一样吗？”“也不是。”王伟杰有些着急，语无伦次地解释：“我朋友得到的是购买船票的机会，他可以选择这个月的任意一个时间，
是我听说之后才让他买的我老婆的生日的日期。那你知道这艘船是做什么的吗？周警官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衡量着他每一丝表情的变化。不知道。王伟杰急促地说，根本不敢抬头直视面前的警察。周警官又问了几个问题，随后对自己的下属招了招手：“你去查一查2张船票是怎么买的，以及王伟杰的人际关系。”下属点头后离开。陈先生这才开口说：“这个王伟杰看起来不老实啊，没想到你这船上竟然还能发生这种意外。”周警官瞥了一眼远处的王伟杰，对陈先生说：“急匆匆地从公海上回来，这次的损失不少吧？损不损失的倒还是其次，人命关天的事情才更重要。想必我们船上客户也是能够理解的。”陈先生漫不经心地说：“等着吧，依我看这个案件没有那么复杂，到时候你解释解释，顺便整顿一下船票的事情。”闻言，陈先生的目光闪过一抹厉色。根据周警官手下的调查，王伟杰和杨丽华结婚有10来年了，似乎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。而这个船票也确实是王伟杰从朋友那里得到的。从王伟杰的背景上来看，他似乎没有什么问题。虽然是一个处级干部，但是在单位也老实本分，没有犯过什么大错。而他和妻子来邮轮上旅游，中途2个人一直在一起，很多服务生都可以证明。但是晚上8点以后，服务生看到过他们2个人曾经在甲板上，之后就没有任何目击者了。根据王伟杰的证词，他和妻子是在10点多钟的时候回的房间。那么他的妻子是在晚上这段时间失踪的，而船舱里并没有监控，所以这段时间他的妻子是怎样失踪的，就成为了案件最关键的点。再仔细问一问船上的服务生，以及朝那些游客们打听一下情况，确定晚上真的没有人看到过杨丽华。周警官略有些烦躁地说。下属点点头，再次去找人问话，只不过他们并没有抱太多的希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去调查杨丽华的下属突然发了一条消息，说自己调查到了一些情况。原来杨丽华早在1年之前就和办公室里的同事说过自己想要离婚的事情，但后来不了了之。周警官神情一顿，立马对调查王伟杰的下属说：“你现在去查一查王伟杰的财产情况，有没有什么财产是他瞒着自己妻子的？”下属的动作很快，他查到了王伟杰名下有3栋房子，都是记在自己姐姐的身上，显然是被隐瞒起来的夫妻共同财产。得到消息后，周警官再次审问王伟杰，并提到了他们夫妻打算离婚，且他隐瞒财产的消息。这下子，王伟杰终于扛不住压力，交代了自己犯罪的经过。原来王伟杰也有了要和杨丽华离婚的想法，但他不愿意妻子分走自己的财产，并从朋友那里得知这艘邮轮是一个有权势的富商开的赌场之后，就起了杀人的心思。他以为那个富商不愿意把事情闹大，肯定不会报警，而且在邮轮上杀人可以完美的掩盖尸体，这样就能让警察找不到线索。但他没想到事情的走向远非自己所能操控，而现在等待着他的唯有法律的审判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